大家好，我是 K 克 米安。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CZ 和币安的叙事。那我们在之前有专门讲过一期叙事经济学和加密货币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今天就从叙事的角度去思考一下整个币安的发展和 CZ 还有一姐他们的故事。首先我们的主题是讲 CZ 和币安，然后我会按照人物的发展和产品的一个脉络去讲这个整个视频。首先是谁是 CZ？呃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一个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是跟着他的父母移民到了温哥华，然后之后是有在麦吉尔大学修计算机，嗯，算是加拿大的一个华裔人员。然后之后的话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做一些交易系统的匹配，然后之后是有在彭博从事期货的交易软件开发。05年的时候回到了上海，创建了复讯科技，然后专门是做一些高频交易的系统。然后的话是他在这之后是在一个朋友的圈子，或者是在那个一场德州扑克的机缘巧合之下，知道了比特币这个东西。然后的话就是当时在那个打牌的人，就是德州的人有李启源和曹大荣，然后他们就说了一个东西叫 Bitcoin，就说让 CZ 去了解一下。那我之前在台湾的一家媒体就律动，他们做的一期采访的时候，也有听到 CZ 说，就是从那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是相信加密货币会是一个未来，或者是他想去投入到这个事情，然后也就是他说的，他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一套系统，然后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加密货币，同时拥有数据主权这些东西。之后的话，他算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整个加密行业吧。就是13年的时候，他是在blockchain 和 OK 有工作过，然后14年是卖掉了房子，全部投入了比特币。也就是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是陆续的帮助或者是了解加密货币的整个的一个运作流程，同时是在它原本的基础之上，就比如技术的积累，就是整个交易系统的开发和整个撮合交易这块去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15年的时候，他呃有家公司叫毕捷科技，就是专门做那个交易系统，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交易服务，帮助更多的人去挣钱。这个时候，就是币安成立之前的一个雏形，因为在15年的时候，其实整个全球的交易平台还不是特别多。那币安在这时候做了什么东西呢？它是帮别人去提供整个交易的服务，然后当时是做了几十家的交易服务，然后你盈利额差不多一年的话有3600多万人民币，然后第二年差不多翻倍。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17年的 ICO，然后这个时候才是币安真正的出现，或者是真正的诞生。这个时候他们写了一个白皮书，就是去通过 ICO 的模式去募集了资金。嗯，其实，在募集资金的时候呢，应该说很顺利，因为17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投资人都特别疯狂，或者说是币安的整个积累，在别人看来，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这个时候，整个币安已经具备了它成为全球加密交易所的第一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实力。就比如它提供了几十家的交易所的一个服务，这是它的硬实力。那软实力就是，在17年的时候，或者说是 CZ 说的一个运气，因为17年的时候运气肯定也是一方面，就是整个币安在创建的时候，它是在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当时有这么多人去投资，就比如币圈当时基本上所有知名的人应该都是投资了币安。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币安这个名字啊，就是binary 和 finance 的一个融合，二进制和金融，意思就是数字科学和金融。我们可以看到币安的那个 logo，其实它很像两个交易对手在交易，然后中间是要达到一种公平或透明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logo 可能都有一定的意义吧。就比如很早之前，我看雷军有讲过，就是为什么会有小米这个名字，就是说一家公司它的名字可能都是经过一定的考量和真正的思考之后才出来的。所以这时候的币安就是刚刚成立，然后同时发行了 BNB 这个 token，然后总量的话是2亿。这也是平台币第一次诞生，然后也是基于整个以太坊去做出来的，也就是 ICO 最经典的模式 ERC20的标准 token。发行的话，ICO 发行是50%，然后一共1个亿，就是公开发行，基本上10%是天使融资，因为当时 ICO 的话很疯狂，基本上所有人都想去投，就不会看项目名字，甚至说是只要有人跟你说现在有一个 ICO 要启动，那你可能就直接打钱了。然后，其实在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币安完成了白皮书和 ICO 启动的计划，然后同时在2017年的时候7月15上线了币安的第一个0.1版本，然后之后21号的话是 ICO 结束，然后整个资金募集了是1500万美元，然后之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币安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然后2018年，它在福布斯被列为加密货币首富，然后之后也是曾经短暂的时间成为中国首富。2018年的时候，身价已经超过13.9亿美元，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挺多的。就像在律动的时候，他采访的时候说，他现在已经没有挣钱的欲望，只是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布局全球的市场，然后同时在专注教育和整个的一个合规，还有就是产品方面。我觉得币安在成功的同时，其实他们做到了就是以产品为主，然后同时有很强的运营能力，也就是后来的合一的加入。那这时候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谁是合一。合一的话，也就是大家一直称的一姐。他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被 CZ 邀请加入到了币安，然后当时一姐是有一家公司叫一下科技，然后是一家搞直播的公司，我记得。其实这时候币安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一姐一直在整个社区，然后无论是推特还是以前的微信群或者是微博，都有很大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反馈吧。就比如出了什么事情，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有一次，币安好像是被黑客黑了吧，然后他们都会去就是在公开场合，然后都会一直去应对这种事情发生。当然这也是一姐在里面起到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从品牌和运营方面帮助整个币安一起慢慢的做大。因为之前他们俩也是在 OK 是认识的，所以这时候币安也是有更多的人去加入到了这个社区，然后因为当时 BNB 其实只有0.13美元，然后一天就涨幅了挺多，2周涨幅了将近2000%的一个涨幅。之后的话，因为国内的环境问题，所以就币安就是在搬离整个中国，然后这时候呃媒体方面或者是一姐他们也都是就是秉承这种符合这种合规的方案嘛，或者是说他们一直从做的时候就已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们做的是一家比较合规的公司，同时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一些产品体验，然后保障用户资产的安全。
17年，因为94的时候，中国发行了就是把加密货币全部要清算，然后所以国内当时没有成立特别多的一些公司的话，都直接死在富态中了，对吧？然后这时候币安其实就搬到了日本，或者是第一次去从中国离开，然后去寻找更适合他们所居住的地方。18年的时候，币安在日本也是遭受到了不一样的那个待遇吧，因为其实日本的金融管局的话，还会是需要有牌照，但是币安并没有拿到这个牌照，所以他们在之后是走到了马耳他，因为马耳他其实在币安没有或者在 CZ 没有去之前，就是没有人去知道加密货币，很少有人知道，所以之后他们就去了马耳他，只不过也不算是真正的搬家吧。然后因为后来其实币安基本上就没有总部了，他们说就是一种全球办公，因为正好这2年也是有疫情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了远程办公这种模式在整个全球也流行起来了。嗯，因为之前的黑客事件好像是盗了7000的比特币，然后也是算是比较大的一次事故吧。因为当时币安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钱，对吧？在这之后，他们也是帮助就是更多的人去把这些资金或者是修复啊，然后问题啊，反正就是有一套流程，然后就一直去做整个的一个交易，然后让他们做的更好一点吧，或者说是从币安成立之后，他们其实都有很强的一种技术去支撑整个服务架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有些资料我们是接触不到的，就比如我之前有看过 Coinbase 的整个发展史，因为在没有看那本书之前，其实我是不知道 Coinbase 历史上有很多次出现危机，然后甚至有一次都快破产，然后他们也是被黑客盗过，所以每一个交易所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是发生之后，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找回这个资金，只能自己去把这个亏吃了，然后同时是自己把这个钱给垫上，然后这时候其实18、19年的时候也有很多事情诞生，就比如稳定币。那稳定币的话，最早是有 USDT 嘛，那后来是 BUSD 也出来了，Coinbase 也有USDC，然后稳定币当时也是占据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目前的话，因为一些法律的问题，其实币安也在慢慢的弱化整个BUSD 的一个份额，然后同时在往合规方向走。其实币安的叙事的话，我的理解是从整个交易所的一个积累，然后 ICO 和代币销毁的模型，我大概列了几条吧，然后我觉着它比较重要的就是用户和产品体验，然后 BB 交易的一个发明，就是币安是第一家执行 BB 交易的一家交易所。因为当时17年其实有很多交易所被清算之后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易了，那其实币安在这时候承载了很大一部分的中国用户。虽然当时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其实整个加密市场也有一个高潮，就是涨了很多。就 CZ 也在律动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运气环境，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币安开始了它的崛起之路。那这就导致了18年就是福布斯然后把赵长鹏的那张图片放上去，对吧？在他头像，就是福布斯杂志给他一个加密货币首富，然后之后成为华人首富，这样的一个暴富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一直在叙述整个的一个加密生态。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整个叙事经济学是一点一点的把它积累起来的。那之后的话，就是 BNB 链，因为最早其实很多 token 都是发行在ERC20之上，那整个 ERC20的话
是因为是依附在以太坊之上，就比如 EOS 也是融了很多钱，但是 BNB 也是融了很多钱。但是 BNB 之后是做了一个东西叫Binance Chain，也就是这时候其实也是18年赵长鹏就是为整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所看到的一个前景。他认为可能在未来1到10年之内，我们会出现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些交易所去替代现在的中心化交易所，是因为有些人需要隐私和安全，然后有些人可能不想去通过这种中心化的交易所去做交易，但是因为现在的去中心化交易所有很多的问题，就比如交易的一个速度和整个的一个共识过程可能会比较慢，所以这样就会导致用户体验，同时全球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去关注这些事情，所以这时候币安是做了第一次布局，就是整个币安链的一个诞生，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又发行了 BNC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算是叙事之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点吧，就是CZ 之前有说过，就是那个以太坊和 EOS 不会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速度太慢，所以这时候 BNC 出来了。BNC 就是DeFi Summer 的时候，其实 BNC 上面有很多很多从以太坊或者是从其他链复制过来的一些链游，然后或者是一些 Swap 啊、DeFi 啊各种东西全部都有。这也是 BNC 目前在 TVL 好像是排名第3吧，我记得，就是 ARB 排名第2还是第1，然后就是以太坊，这个东西发明就或者这个东西发行之后，就是币安的第2个比较大的叙事，这是我认为在整个产品线或者是整个技术路线上币安所做的叙事。那下一个就是 Greenfield，这个是做存储的，就是未来如果想做到完全去中心化，就必须需要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存储去解决或者是去承载我们现在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数据量，就比如目前有 Faro 或者是 AR等等一些其他的存储的一些 token， 但是如果你想做成一个完全闭合的一个生态，就像苹果或者是腾讯，他们就需要更多的这些产品去支撑或者是去支持整个的一个加密帝国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去吸引到原本一些他们投资，就比如下个我们就讲的就是加速器嘛，就是整个币安的 Labs，然后 Labs 的话主要是用来去孵化项目的。那因为目前的话，币安是有几十亿的那个跑哪去了？好像是有70亿，我记得，75亿，超过200个项目，这是去年的统计数据啊。目前可能会更多吧，反正就是币安投资的一些项目，他们会去增加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使用度，就比如 Greenfield 后面肯定会出一些 grant 或者是投资啊，是帮助一些项目去做一些加速。我觉得 Labs 的话也算是币安最大的一个叙事，然后就是教育。其实今年 CZ 也说了，就是3件事情比较重要，第一就是教育，然后第2个是合规，第3个是产品和服务。那我觉得产品和服务在整个币安的发展史上面都是做到了很优的一个效果，甚至是说他们的客服、他们的 KOL、他们的币安天使都是帮助整个币安产品的一个宣传。那教育方面也是可以承载或者是去吸引更多的新用户进来，因为现在全球的加密货币者其实加密货币的爱好者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去科普，去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加密货币。如果你曾经了解过 Coinbase 的话，你可以看到 Coinbase 有非常完整的就是内容体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外他们有这种好的习惯还是怎么，反正我记得 Coinbase 在很早之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好像火币是有做过类似的，然后 OK 后来都有做各种学院，对吧？那目前也是币安也有学院，然后币安也有研究院等等，这些产品都是为了去叙事，把整个币安或者是整个加密市值做得越来越大。
那我们下面再讲一个就是 BNB 的一个相关的。那 BNB 其实是承载整个币安的一个呃重大的一个 token 吧，或者是说整个币安的生态，它的产生的价值有没有被捕捉到？那最终捕捉到的就是 BNB 上面，因为最近其实 BNB 也算呃从上次高点的时候其实涨得还可以，对吧？之前就0.几美元，然后一直干到了600-700。那 BNB 的作用其实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用来去交易的费用，然后的话就是做一些实体的一些商品购买。我觉得这个币安卡和币安支付倒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些事情，其他的倒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的需求还是不多吧，也可能是因为在国内有一定的限制，就比如订机票、订酒店这种事情。当然我是充过话费的，我觉得充话费还可以吧，因为有时候一些海外的那个手机卡的话是需要一些服务商，所以就直接用它那个小程序里面的一些商场直接支付了，然后同时也买过那个就是 App Store 商店的一个充值。然后BNB 的一个最大的用处，我觉得就是交易和那个就是币安启动器的时候一个代币销售。其实也不算代币销售吧，就是你可以拿着它去打新，就像我们传统股票里边去拿着，你比如是有市值10万人民币的一个股票，然后你有可能会中签新的股票，然后中签新的股票之后就可能会拿到一定的盈利，所以这也是整个 BNB 捕捉的一部分的价值。然后还有就是币安的慈善，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我看他们在采访的时候也有说过，就是币安最终是想做的是回馈整个社会，然后也做过像加速器，然后去服务整个生态。然后之前比如那个 Luna 崩盘或方迪叉倒闭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收购和帮助一些项目进行发展。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钱挣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是想着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得到一种服务，或者是说他想做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流动性的一个矿池，就像那个之前我们讲过的 Uniswap 或者是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提供，就是用来在 BSC 上面的这个链，然后可以进行 token 的一个分发，提供一些原始的流动性。这是 BNB 目前看到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个作用，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捕捉到的价值。那我们讲完这个叙事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边我也列了几条不一样的那个数据吧，就比如谷歌的一个趋势，还有整个网站的访问量。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吧，我们从右边开始吧。第一个就是访问量，其实访问量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明哪一家交易所或者是哪个网站的访问量比较大。那我是罗列了像 OKBN、Coinbase、KuCoin 和 Uniswap，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个很大的数值差，就是 Binance 是 Coinbase 的2倍，然后是 OK 叉的10倍，好像 OK 叉不到10倍，是这个的是 Uniswap 的10倍，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心化交易所是完全碾压去中心化交易所的，Uniswap 也就只有6.4M，对吧？那这是整个全球市场，然后Binance 在全球的金融投资里边排名第4，也就是全球的一个网站里边，它的访问量是这么高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的话是就是全球的加密交易所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交易量，或者是它的一个评分。当然，这个评分是 CMC 他们自己评的啊。然后虽然这个数据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嘛，因为 CoinMarketCap 现在也是被币安收购了，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它的交易量就行了。因为每天的交易量也是有机器人在执行的，对吧？反正准不准的话，无论是假还是真，就是量在的话，肯定就有一定的热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任何一个 token， 如果它连量都没有了，那只能最终慢慢走向死亡。这也是交易所会下架一些 token 的标准之一吧，比如他们社区没有活跃度什么的。
那后面我会单独去说关于如何去寻找 token 和去分析一个 token 的价值。这块是主要是去承载就是当前我们这个世界里边的加密货币的一个走势。目前币安和 Coinbase 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另一个那个数据，就是谷歌的趋势。这个是从20年到23年的一个搜索的趋势。当然，原本是从2008年或者是08年的时候吧，当时是比较少吧，然后后来我就直接取到了20年到23年，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个比较象征性的事件，就是因为全球在放水，所以导致整个 Bitcoin 的搜索一直在增加，然后同时因为整个经济的一个问题，然后导致了大家都在家，所以去投资，就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了加密货币或者是 Web3这些比较新鲜的一些词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币安的一个搜索量其实一直都处于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甚至是比区块链的搜索都要高。除了 Bitcoin 的话，它是排名第二，当然 Coinbase 的话也算还可以，也可能是因为区域的人不一样，就是美国用户其实还是用 Coinbase 比较多一点。然后这块主要是体现出来和刚刚这个数据其实是互相印证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交易所有这么多人去用，或者是它的数据为什么会这么高，那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趋势之间去分析出来它为何，或者是说这么些人为什么会去像币安和 Coinbase。那币安可能是因为产品力和整个的一个服务体验比较好，所以大家觉得它的效果或者是我的资金在里面比较安全。之前因为短暂的提币暂停的问题，币安还单独去发过一个那个，就是如何去保障用户资产的安全，然后去做一些宣誓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当然这个东西只是说一说，我们并不能完全去相信这个事情，因为最终的钱还是落到你自己的手里比较安全，对吧？那既然我们发明了公钥和私钥，或者是 Bitcoin 这种助记词的一种模式，那肯定资金放在你自己手里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案。我之前也有讲过关于资金安全的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其他的视频。然后上面这个是交易所的发展，就是像 P 网和 Bitstamp 和 Binance，就是币安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比如他们上了合约稳定币，然后借贷和那个期权、期货这些，还有质押，然后币安美国，就币安美国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它和币安的关系没有特别大，就相当于是两家独立运营的主体，也是为了避免法律风险问题。然后就是像那个 Bitfinex 的话，目前也是主流的交易所之一吧。还有就是 Coinbase。然后交易所发展的话，其实呃主要是看它的产品力吧，就是因为币安其实也一直在说产品和服务，那它其实在呃18年上线之后，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产品体验，然后同时在每一个月份都有新的功能上线，这其实是给用户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是说，用户可以去体验更多不同的东西。当然，怎么说呢？有时候太多的话也不一定好，就是因为使用的人不多嘛。如果你的业务越来越复杂，其实会给新进来的用户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出了一个简洁版和专业版。就像滴滴打车当时最早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打车业务，但是后来不是做那个买菜，然后就搞得很复杂嘛。那这种问题其实在所有的 APP 里面都会有出现，就比如会越做越重或越做越简单。当然，从产品的方面看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更简洁的一些东西，就比如乔布斯的理念就是越简洁，就是越单一越好嘛。这种其实对于整个用户的一个服务的话，就比较简明，也比较方便。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整个币安的一个布局业务吧。其实刚刚讲这么多都是为了去叙述整个币安的一个发展。那其中讲的一些事情是如何帮助它去做得更大的，或者是用一些数据去印证它为何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
那之后的话，我们从嗯就是合规和产品服务，然后教育方面去讲这几个观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投资。今年 CZ 有发过一个推特，就是说教育是第一条，然后第二条就是合法，然后第三个是业务和，也就是他们的产品服务，然后就是忽略一些 FUD 啊，还有一些那个假消息啥的。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教育来说，首先之前也说过，教育的话就是币安成立了币安学院，然后其中和很多所高校，就是七十多所高校有合作。然后他们是做了很多方面的一个内容，目前我看主要还是以文字排版为主，然后有很支持，好像有40多种语言吧，就是帮助更多的人进入到整个加密世界，或者说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快速的了解到整个加密货币的一些基础概念，所以我也是按照这个路子去解读一些基础的一些概念，然后最近也是在日更吧。当然，在做日更的时候，我也想去讲一些其他的，就比如今天讲币安这个历史，其实也是收集了很久的一个资料。第二个就是数字货币的分析和研究报告，那这块儿其实也算教育的一部分吧，或者说是他们研究院的一部分。就是首先他们在做一个项目的上币之前，他们会做这种背调或者是投研的一个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或者说是目的是为了让那个他们的项目有一定的可信度，然后同时根据这个报告，然后去分析他们的用户的一个真实性和整个产品和团队各种问题，就像背调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就这样的研究报告，可以去分析出来，为什么我们去需要投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板块的 token。比如之前我有讲过币安研究院发布的一个就是那种总结，就是好像是半年还是1年的，就里边是介绍了很多很多 token，然后列出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加密货币，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加密货币去分析整个的一个趋势吧。首先我先排除这个方法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列上去，就比如他曾经列过 RS3，或者曾经列过 ARB。那为什么他们会列这个东西呢？那就证明他们去研究了，或者说他们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了解，对不对？如果你不了解任何一个 token，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去买它，甚至是说，如果你没有买一个 token，你根本就不会 care 它，对不对？就像我们没有买 ICP，我们就不会关心这个事情。所以这块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分析武器，就是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加密货币，通过呃各个的一个机构的一个报告，然后去分析或者是交叉分析出来，他们有哪些 token，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增长，或者是如何去寻找下一个爆发的 token。这个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另一个视频。然后另一个就是学习赚币这块，其实目前做的最好的应该是 Coinbase，因为他们单独去收了一个专门做这个 earn 的一个网站，然后那个东西最早其实就是用来做比特币的一个，就每天你去学习一下，或者是去做一些题啥的，都能得到一个 token 的一个奖励。所以这块也是币安目前新增的一个小的一个板块吧。这也是教育的一方面，因为你在做题的同时，你肯定能学到东西，对吧？然后另一个就是 QL，目前的话，他们被称为就是整个 KOL 的市场是可以在币安的广场里边，或者是你可以去邀请新人加入，然后你会得到一个手续费的分发。还有一种是那个好像是叫什么节点合作，就是他们会签那种排他协议，就是你如果在币安做了就不能在 OK 做，然后如果邀请的人去交易之后，你可以去获得他的手续费的一个分佣。这块其实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去加入这个市场，就有点像那种返现的感觉嘛。就是比如之前有做商品返现这些，然后还有就币安天使和那个一些线下的活动这块的话，其实是主要是涉及到一些学校方面的。就币安天使他们是据 CZ 说是没有工资的，然后他们是自愿的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以这块也是
就是口碑的一块吧，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去为某一个产品去介绍更多的人，或者是拉了你的朋友进来，那这样的话，这个产品肯定是做的还可以，对吧？然后甚至是说，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他人去加入到这个市场，然后同时你愿意去分享这个事情给你的朋友，这也是这几年其实，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能更多的去相信我们身边的朋友，甚至是说，去相信某些 KOL，我们可能会跟随他去做一些事情。就比如我之前有关注一个美股的一个博主，那我就会一直去学习关于他讲的一些金融方面或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知识。那这时候如果他去推荐一本什么书，你有可能会去购买。反正我之前有听博客的时候，就是听到某一个游戏，或者是听到某一本书，然后又特别有兴趣，有可能就会直接去下单购买了。所以这就是社区的力量，这也是整个 CZ 或者是整个币安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社区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加密生态里面，同时可以为更多的人去做一些服务，然后可以以这种口碑的模式去成这种指数级的增长，然后这个叙事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挣到钱。那我们下一个就说一下合法化的问题。首先合法化我是归了几条再进去吧。就第一个是慈善，因为币安其实也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拿出了10亿美金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池子，但是现在具体是多少我还真没有看，可能应该也不会少了。反正就是去回馈社会，或者是去帮助一些人，就比如我记得还之前帮助乌克兰好像。然后税费的话，是一种服务，就是因为在美国或者在日本，其实有些地方他们会需要去做那个上税或者是交税，因为在美国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他们就单独提供了一个这种税费的一个服务。储备金制度是这几年，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刚刚出来的吧？就是因为整个加密市场的一个不透明化，或者是交易所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不透明度，然后导致资金的一个挪用啊，或者是加杠杆这种问题，就像银行爆雷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就出了一个储备金制度。我觉得导火索可能就是因为 Luna 和方 T 叉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很多，还有 A 叉就一些小交易所的倒闭，然后就导致整个交易所的信任危机，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种储备金制度，就是用默克尔树去追溯他们整个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往返，或者是资金的一个透明度。然后就是牌照，牌照的话，其实据我现在查到的资料是五大洲的14个国家已经拿到了牌照的许可，像中东的可能多一点，像意大利也有，然后西班牙、新西兰、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巴林、阿布扎比、哥伦比亚。当然美国的话是只有Binance US 在运行，然后另一个就是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宣布退出加拿大市场。日本的话也是有的，其实在下面的投资我是有列出来，他们整个的整个的一个布局吧。那我们就接着这个往下讲，最后一个讲业务吧。刚刚有说到它现在的一个布局就是各个国家，然后像欧洲和英国有 Sweeper 和 Binance Jesse， 然后 Charity、土耳其、BNUS、新加坡、印度、Twitter。Twitter 和福布斯这两个是就是一些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吧。然后还有日本和日本和韩国，就是基本上 BN 在一点一点的去布局整个的一个全球市场，然后同时通过一些底层基础的设施产品去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到这个社区。我就有点感觉像做成了腾讯的模式，就比如腾讯发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点点的把核心业务做起来，也就是他们的社交，然后后来一点点去通过孵化或者是通过交易去收购一些公司，甚至是投资一些公司，慢慢的把整个的商业帝国做起来。那我现在看到的 BN 就有点类似的感觉，因为他们原本的就是 Labs 是在投资更多的加密货币的一些产品，然后同时因为
整个区块链里边其实的板块也不是特别多，对吧？那如果通过这个模式的话，他们是可以去占到整个加密世界的全部的一个资源，或者说是他们想发起任何一个项目，随时都可以推到一定的高度。所以这块就很恐怖，对吧？就像腾讯如果推一个游戏，那就直接起飞，对不对？就没有任何理由，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然后这就是整个币安的一个布局，基本上一些小的国家，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们正在向欧洲和北美进军，就是像投资福布斯和推特，其实我觉得他就想去美国和北美市场。当然，日本也有在进，就是韩国这些都收购了一些交易所，然后陆续的话都会去通过独立运营的模式去在这个国家或者是在这个区域去获得一定的资源，然后最后无论是导流不导流到整个 Binance，因为现在 Binance 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市场，就是怎么说呢？全球我觉得除了一些国家不能就是随便访问的话，其实入围边缘也是可以随便去进到任何一个交易所，对吧？无非就是法律的问题，所以合规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上面说的，如果他们有正规的这种牌照，那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在菲律宾和泰国好像也有陆续的去运营一些团队，但是并没有拿到牌照。所以这块应该，我觉着他们就是在和 Coinbase 做一些竞赛，因为 Coinbase 其实有很多不少的牌照，就在美国其实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那之后我们也可以单独去讲一下 Coinbase 的发展史，因为那本书里面其实介绍特别详细。那我们最后的话就讲一下整个币安的一个核心，就是它的产品和业务。其实这里边应该写产品服务，写业务不太写业务也行吧，产品和业务吧。从最早我们开始介绍整个币安和 CZ，然后整个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从人到产品。那我列的这些其实是整个币安目前已经在走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服务吧，就比如它的交易，就比如期货、期权、NFT，大宗交易，然后合约，还有一些法币交易，反正就是围绕整个核心的业务，就是交易其实是他们最挣钱的一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投资的孵化器，就是它的 Labs 可以去投资更多的项目，然后也就是这一条。这个是去年的数据啊，目前的话我刚搜了一下没搜到，所以就直接拿到这个数据去用一下吧。如果有什么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反正也不是特别复杂，直接搜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就是代币启动器，也就是它的 Launchpad，就是可以进行 token 的一个发行。就比如在牛市的时候，其实每一个 token 发行可能都是几十倍的收益，这时候其实就是体现出刚刚整个 BNB 的捕捉的一个价值，也就是你持有 BNB 可以去获得一定的这个 token 的份额。然后就是数字货币的一个信息服务，就比如 CoinMarketCap 和Depp Review 和 DONE，就是一些数据分析平台。然后整个加密市场其实更多的大家可能还会去有一些需求去寻找，或者是找一些项目，然后关于项目的一些分析，然后通过整个数据去找到我为什么去买这个币，或者是给你自己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去买这个东西。然后这样其实也是可以捕捉到很大一部分用户吧。因为我觉得在呃，就一个用户他买了一个币之后，他肯定会想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币的方面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个就是币安在教育和数字信息服务的一个提供的一个东西。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数据爱好者，你可以去 DONE 或者是 Nansen 去寻找，通过 Circle 去查询各种数据，然后同时通过CoinMarketCap 去印证这些数据，然后还可以通过一些链上服务器、链上的区块浏览器去寻找这个数据的可行性。这块的话，其实就是捕捉到了很多以这种技术导向为主的用户，然后同时可以让一些小白用户可以去获得更多的一个加密货币的 token 的信息。然后比如一些做投研机构，他们都会去寻找这些数据，同时通过这个数据去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去了解这个 token，然后去持有。然后灵魂绑定的话，其实是 Vision 在
之前文章里面提到过之后才出现的，就是 BAPT 这个东西。目前来看没有特别大的用嘛，就相当于是 Mint 之后就放倒没用了。当然未来不一定嘛，因为本质上灵魂绑定可以去做一些关于个人信息认证和 ID 方面的一些东西吧，我是这样理解。然后云服务的话，就是币安可以提供一套云服务，帮助人去建立那个交易所。其实也像之前他们最早在币安没有创建之前做的一种币捷科技，就是去提供这个服务给人去开交易所。当然，目前来看，你开交易所没有用就像 CZ 说的，其实为什么别人复制了一份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然后也是这个交易所名字改了一下，但是它不能做到币安这个份额，那就是因为首先你做的早，你就可以抢占一部分市场，这是一部分原因。然后另一块，其实在产品和核心的服务上面，它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一定作用。我觉得如果产生了用户的信任危机，那其实这个产品离死就不远了。就比如当时 OK 在之前出事的时候，其实就是5折卖优，甚至是直接卖不出去。那这种痛苦，其实大家没有经历过的，肯定不会理解的。所以我们要去防止这样的事情诞生，或者是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必须找一家可信的，然后有资产保证安全甚至是说谁可以保障你的资产安全，然后你就去寻找这样的服务。它这种云服务其实是帮助更多的人去建设一些基础业务，就像亚马逊云或者是其他云吧，反正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定制去做一些基础的一些呃链上的服务吧。然后币安的钱包的话，还有 Trust Wallet，其实这块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场景，或者是说去抢占新进的用户和旧用户的一个入口。就比如最早我们都是浏览器对吧，去搜索各种东西，然后现在有 ChatGPT 可以去通过 ChatGPT 去搜这些东西，但是区块链里边你需要去通过钱包去连接，如果你没有钱包，其实你看到的什么东西都是别人在公开的一些数据，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你有了钱包之后，你就可以进行一些交互，进行一些转账，进行一些资产管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一些关于钱包方面的，就比如之前也有讲过如何选择一个钱包，硬钱包、冷钱包，或者是那种一些链上的一些服务或者是通过交易所去托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保障资产的一个安全，同时也能去更方便的使用嘛。因为现在可能全球不能说人均一个手机吧，也差不多估计有个几十亿人吧，所以这时候就是链上钱包肯定更方便嘛，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去下载一个，然后诸记自己搞，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转账付款。那如果未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全加密时代的话，那其实我们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区块链进行支付，然后就不需要经过银行。这样的话，就是钱包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承载用户的一个东西。下面是币安宝和 DeFi 的一个流动性挖矿。币安宝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余额宝对吧？余额宝就是用来去理财的，那币安宝也同理，就是让你去通过U 或者是其他的 token，然后你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DeFi 的话，这样挖矿流动性挖矿就是比它的风险比那个币安宝要高一点，但是我们之前也有单独讲过，这里就不再继续去说了，因为如果单独讲 DeFi 的话，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后面我们可能会单独再去讲一期关于 DeFi 方面的一些东西吧。然后 BSC 和 Greenfield 的话，就是刚刚说的 BSC 就是它的一个币安链，然后币安智能链，然后币安链加上 Greenfield，就是3个东西去承载整个 BNB 的价值。这时候，除去币安任何一个项目方或者说是任何另一个交易所，他们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但是能做到的也可能就是只有 Consens，他们做了 Base 和 MetaMask，然后但是他们不能做交易所，可能是因为合规的问题，也不排除他们有投资其他的交易所。但这时候，我觉得能和币安抗衡的加密货币的公司，目前来看还是没有的，对吧？然后就是矿池，矿池的话，简单来说，就像我们挖矿的时候，可能需要去连接一些服务器。之前也有单独讲过，如果你自己的算力其实没有办法去承载，或者是去挖更多的一个 token，就是如果大家一起去挖的话，就可以去分得一部分 token。这时候就出现了矿池这样的业务，然后同时他们也提供了云算力。但是我觉得云算力这个东西有点坑啊，我之前有买过，但是好像还是亏的。
这个有点坑。然后就是币安支付和币安 Visa，就是币安支付的话，就像一种支付手段吧。然后你可以进行钱包的直接支付，然后同时你可以用它的钱包去购买一些加密货币，同时可以支持很多法币，很多国家的法币。然后同时他们也出了币安的 Visa，就是你如果去申请了币安 Visa 卡，然后就可以通过 Visa 卡进行线下的消费。当然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限制，目前在欧洲是比较多的，但其他国家基本上都不行。也可能是因为美债的利率比较高，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全球都在搞这种线上的支付手段，苹果都出来，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未来全球都可以去通过 Visa 去做这些事情，那币安其实是给加密货币，然后可以，我记得还有返现，好像这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前提是能申请到。好像有些重复了 BSC。然后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这块，其实之前 CD 有说过，就是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然后任何服务可能都是去中心化的。当然，这样的前提是整个加密世界我们更多的人去认可，或者是说我们真正的到了一个 Web3的时代，然后去中心化交易所就会有更多的需求，然后同时也是去取代目前的中心化交易所，因为方 T 差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去 Uniswap 去交易了，哪怕他付出多几十块的一个手续费，他也不愿意自己的资产直接归零，对吧？那CD 之前说了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打败自己的就还不如与其让别人打败自己，不如自己打败自己，所以他们就在很早之前就布局了去中心化交易所。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去中心化交易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瓶颈，因为共识问题，还有就是整个区块链的一些基础设施和服务，然后或者是说是整个区块链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它的不可能三角，然后有可能在很大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去解决。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在做期权和合约，就是去中心化的这种模式，其实也是有的。我记得去年好像有段时间还挺火的。目前来看的话，这还是一个趋势，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真正有哪一家可以取代现在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目前来看的话，只有 Uniswap 它真正的创新去把资产流动性这块给做起来，但是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上面进行互相抄袭吧，但是还是很少有做到创新出来新的东西吧。今天讲这么多，其实就是在关于整个币安的一个叙事，它做了这么多的东西，同时在整个加密帝国里边，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大佬，对吧？基本上没有人能替代他们，甚至是说，如果想去干掉它，你可能需要很大的一个成本，无论是在人力还是资金上面，都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积累。嗯，那么币安的未来是什么呢？我个人理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会去做，就是基于整个币安的开源系统，然后未来可能实现这种去中心化的世界吧。当然，我觉得最多的还是他们去在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之前 CV 也有说过，如果他在一些小国家去发展整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场景，那它可以去取代传统金融的一些服务。那如果未来区块链和整个加密货币在更多的世界被人接受的时候，其实币安现在是可以占到很大的优势的，因为你先布局，或者是你先去帮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去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可，然后同时在产品和服务上面做到一定的优势，想替代就特别难。我也感觉如果要做一些服务的话，还是需要做的优质，甚至是说在某件事情上比较专注，然后就相当于这是一个无限的游戏吧。其实我之前有看过 CZ 的一些原则和他推荐的书，在没有看见推荐书之前，我也有看过一些重合的书，就比如无限游戏那本有限的游戏和无限游戏那本书，还有那个刀方面的一些书，都是在叙述整个加密世界里边的一些愿景，或者说是我们未来有可能真的实现了灵魂绑定，去通过数字资产去和我们现实去进行一个映射。当然最近几个月好像也一直在说这种
就是链下资产和链上资产的一个结合，有可能下半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热点，也不好说，对吧？目前来看的话，加密货币还是处于一个横盘期，就是因为无论是加息还是整个美债的倒挂，都是在映射我们现在的市场是一个通胀或者通缩或者是滞胀的状态。反正就是目前的前景堪忧，哪年出来那个暴雷事件不一定，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先去保障自己的生活，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应该去收紧，就是多留现金去保持整个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额度，然后同时再寻找一些新的机会，然后就比如说通过我刚刚的一些分析，然后你可以去得到一些或者是收获到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你想去看到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之后，你会从哪些点去思考？这可能都会是我们去思考或者是去看一件事情的一个逻辑。如果这时候能给你带来一点点的那个思考，我觉得我就做到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录这个视频没有白录，对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就是关于 CZ 和币安的叙事。然后希望未来的币安可能会更加强大，也可能会是压了下一个腾讯，对吧？